当 MC 添加了更多森林动物，你的游戏会变得更加有趣、更加神秘，但也会伴随着一点点的恐怖。Hello， 大家好，这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今天要介绍的 Whisper Woods 是一个以幽灵森林为主题的模组，添加了多种生物。首先是飞蛾，飞蛾是一种无害并且相当愚蠢的飞行昆虫，它们主要在夜间生成，在森林里面特别多。它们的天性就是会被光源所吸引，甚至像火或者岩浆这样子温度特别高的光源，它们都会直接飞扑进去，向我们表演一个飞蛾扑火。当我们手持着火把在移动的时候，身边就会有一群飞蛾在环绕。不过如果把火把放在地上的话，飞蛾就会马上扑过去把这个火把给弄掉。所以我们在野外想要照明的话，就只能放灯笼之类不会被破坏的物品了。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玻璃瓶捕捉它，在瓶子上面会显示它的特征还有它的尺寸，捕捉了之后可以放出来，但是没有其他的用途。下面一个是小精灵，小精灵是一种在森林和沼泽中发现的奇怪的气态精灵，它们经常会漫无目的的飞来飞去，一旦我们靠近的话，它们颜色就会变得暗淡起来。然而有一些小精灵会从我们的玩家身上撕下灵魂，并试图把我们的灵魂变成它自己火焰的燃料，而如果我们发生这种事情却什么都不做的话，意味着我们必死无疑了。所以我们必须追上这个小精灵，及时的杀死它，并把我们的灵魂释放出来。我们被拿走的灵魂显示的是我们头的样子，好像是只把我们头部的灵魂给抽取了一样。当这些小精灵被杀死的时候，它们可能会掉落一个鬼火，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火把放在地面上，我们左键打一下就可以直接收回来，而且是那种没有碰撞体积的，不过它照明的亮度比较小。这边给小伙伴们科普一下，现实中也是会出现鬼火这种东西的，不过鬼火通常都是腐烂类物质分解出来的磷化氢遇到空气燃烧的现象，不是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这个模组中，我们还可以将这个鬼火制作成各种颜色的鬼火灯笼，这个鬼火灯笼可以提供的亮度就非常高了，并且颜色非常好看。这只巨大的鹿曾经是更多动物模组的一部分，后来被迁移到这个模组里面，名字叫做鹿之惊魂，是一种非常巨大的鹿形骨架，在这个模组里面是森林的一个 BOSS， 它们可能会自然生成，在白天的时候它是无敌的，并且头上的角总共有12个火焰，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攻击，不过它们也是不会对我们进行攻击的。不过到了夜晚，这个鹿之惊魂的身上就会冒出幽蓝的火焰，感觉像一个神圣系的生物一样，有点像那个什么英雄联盟里面的一个干员瑶瑶公主，对吧？不过它实际上是会主动攻击玩家的，以很高的移速向玩家发动近战攻击，并且攻击的范围很广，还会对玩家造成5秒钟的燃烧效果。除了这种攻击方式以外，他们还会召唤小精灵，小精灵会发射远程的火焰追踪玩家。我们除了可以自然找到它之外，还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从异世界召唤幽灵生物的神器来召唤它。合成的配方比较简单，把它放置在地面上之后，我们要先放置一团鬼火，然后再放进一根骨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火焰里看到这上面漂浮着一颗钻石，我们再放进一颗钻石，然后再放进它上面显示的灵魂沙，然后稍微等待一会儿，这个生物就可以被我们召唤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有的小奶酪们可能就会说了，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召唤出来打自己呢？那主要是因为它有掉落物，我们在成功的击败它之后是可以获得一个鹿的头骨的。你别说啊，这个鹿的头骨戴在头上还挺好看的，可以拿来辟邪，也可以拿来放置在地面上当做装饰品，不过貌似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你们看我跟这个瑶瑶公主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是这个黑黑的，这个有点恐怖的生物，瘦瘦长长的，长得有点像小黑，我们不仔细看都注意不到它。它的名字叫 Hide Behind，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躲在后面。据说它是造成樵夫还有其他森林旅行者失踪的原因。它会默默地跟踪它的生物，躲在树后，并且有的时候会变得透明，比较难被我们发现。如果玩家被它追赶到了，它就会扑到对方的脸上。就算增加了满级的抗性，如果我们不马上赶走它的话，都会被直接秒杀。并且会显示一条提示，小包失踪在了森林里。这个扑到脸上的画面还是相当恐怖的，我不知道情况下自己都被吓了一跳。然后最后一个是一种生活在洞穴和夜间丛林发现的一种吸血蝙蝠，体型超级巨大，会在靠近一些生物的时候主动对它发起攻击，不过貌似不会攻击村民啊，有点可惜。玩家靠近它的时候，它也会主动攻击，会突然飞起来，然后抱住玩家一顿猛吸。如果我们不主动把它打掉的话，它就会一直吸食，把我们吸食到死。那么以上就是这个模组的全部生物了，内容不是特别的多啊，不过这个模组有10多万的下载量，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那么我是小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